近10年，英剧圈对美剧的降维打击到底有多狠？9分起步，榜首封神。马年第一波安利，酷猫祝大家一路发的同时，必须带大家看看这10部强到不讲道理的顶级英文神剧。只要你的审美还没被磨平，直接闭眼入。第10部《古宅老友记》。这是我见过最温情、最爆笑的鬼故事。一群来自不同时代的鬼魂守着一座老宅，和人类房东斗智斗勇。他把那种英式冷幽默玩到了极致，让你笑着笑着，突然就被那种跨越时代的孤独感击中。看完只想感叹，这一届鬼也太卷了吧。第9部《王冠》。这绝对是史上最贵的八卦，网飞砸下重金，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一生拔了个底朝天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。你能看到皇室华丽袍子下的爬满的虱子，也能看到一个女人如何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被撕裂。不管你懂不懂历史，这顶级的服化道和演技，看一眼就是享受。第8部《真相捕捉》。全网吹爆的悬疑神作，在 AI 深伪横行的时代，它活脱脱就是一部恐怖预言书。眼见未必为实，记忆亦可造假。那种细思极恐的窒息感，会让你觉得镜头背后有双眼睛在死死盯着你，因为它太真实了，真实到让人脊背发凉。第7部《伦敦生活》。强烈建议每个濒临崩溃的成年人都该看看这部剧。女主又丧又渣，还满嘴跑火车，但她却像极了每一个深夜崩溃的你我。当第2季那个神父出现的时候，我宣布这是我看过最顶级的 BE 美学。第6部《反叛女人》。2025年的最大黑马，谁说更年期的女性只能围着灶台转？这群姐直接组了个朋克乐队，要向这个操蛋的世界宣战。它不是那种悬浮的励志，而是最辛辣、最真实的觉醒，那种哪怕满身褶皱也要燃烧到底的生命力。看完了，真的想去大街上狂奔。第5部《道格拉斯》被取消了。在这个人人都能审判的互联网时代，这部剧彻底撕下了人性的最后一张遮羞布。一个受人尊敬的新闻主播，因为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，瞬间被全网封杀。剧情反转快到你根本来不及站队，更让每个观众看清了一个现实：当舆论陷入狂欢，真相根本连个屁都不算。第4部《疼痛难免》。如果你对医生还有什么浪漫幻想，都会在此剧中全然戒断。这里没有主角光环，只有累到呕血的产科医生和千疮百孔的系统。本卫肖演活了那股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破碎感，这种压抑后的爆发才是真实的职场众生相。第3部《去他的世界》。简直是厌世少年的纯爱圣经。当精神病男孩遇上离家出走的少女，便有了那场丧到地心又浪漫到炸裂的亡命天涯。镜头用最暴力、最荒诞的方式，刻画出了青春里特有的无助温柔。兄弟姐妹们，此波丧然风，真心入骨不亏。第2部《德雷尔一家》。穷到只剩生命力，单亲老妈带着4个显眼包流放希腊海岛，上演地中海版荒野求生。山野间的奇珍异兽配上绝美画质，每一秒都在净化眼球。这种把烂摊子活成诗的极致松弛感，简直是内耗体质的续命神药，好看到心间发颤。第1部《万物生灵》。榜首当之无愧，改编自畅销8000万册的传记，斩获多项国际大奖。它不仅是收视冠军，更是全球观众的精神避难所。导演将那股直抵心底的暖意全拍了出来。如果你累了、倦了，想逃避现实了，请务必去看它。9.5分是对这个美丽世界最高的致敬。